10种不怕火烧的逆天植物，第1种不烧一次根本不发芽。我们习惯了将大火过境看作是农田的灾难，我们以为在烈火面前，庄稼只有化为灰烬这一种结局，却常常忽略了，在中华大地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中，老祖宗们早就掌握了一套顺应高温的生存与丰收策略。本期世界探索站，我们就来一场田间地头的重新认识。第10名，红薯。在我国南方，农民有一种传统的育苗方法，叫火烧土育苗。人们会将泥土与干草混合焚烧，利用熏烤过的温热土壤来培育红薯苗。经过高温熏烤的泥土，结构变得疏松透气，并且杀灭了有害病菌和杂草种子。用这种火烧土种出的红薯，不仅病害少，而且表皮光滑，个头饱满。这是利用火的余温来改良土壤的经典案例。第9名，银杏。许多历经战火的古寺庙、木建筑被毁，但院子里的古银杏却常常能存活下来，因为银杏树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，且几乎不含容易助燃的挥发性树脂，加之它拥有厚实的木栓层树皮，就像穿了一件隔热服。火势过后，只要内部的形成层未被完全破坏，它就能通过强大的蒙灭能力，在焦黑的树干上重新抽出新枝。古人将银杏种在寺庙，很大程度是看中了它的防火属性。第8名，黄花菜。很多黄花菜种植户会在冬季枯水期主动将地表的枯叶点火烧掉，因为黄花菜拥有庞大的肉质根系，深埋在具有优良隔热性能的土壤下。这把火烧不到根，却能烧死越冬的害虫和病菌。留下的草木灰是富含钾元素的优质肥料，等到来年开春，吸收了草木灰养分的黄花菜发芽早，长得壮。这就是老农口中火烧黄花多结蕾的丰收智慧。第7名，毛竹。山火只能烧掉地表的竹竿，但毛竹真正的本体是深埋地下的竹编网络。大火帮它烧光了遮挡阳光的高大乔木，清理了地表的竞争对手。火灾过后，阳光直射地面，草木灰渗入土壤，地下的竹编一旦感知到充足的阳光和养分，就会把积蓄的淀粉能量集中释放，迅速冒出成片的竹笋。大火成了毛竹扩大领地的开路先锋。第6名，野生杜鹃。漫山遍野的野生杜鹃花海，很多都是过火林地恢复期的产物。杜鹃花喜欢偏酸性到微碱性的过渡土壤，且具备强大的根茎休粘芽。地表灌木被烧毁后，杜鹃花深藏在土壤交界处的根茎毫发无损，失去了上层树木的遮挡，它迅速萌发新枝。如果你在山里看到大片整齐纯粹的杜鹃林，那里在几年前很可能经历过一场山火。第5名，东北黑木耳。在传统的椴木木耳栽培中，菇农会在接种前用火将木段的表面微微烤焦，这不是搞破坏。火烧可以破坏树皮原本的防腐防御机制，杀死木头表面的杂菌，同时让木质变得疏松，这就为黑木耳的菌丝提供了一个干净、容易渗透的完美培养基，从而大幅提高木耳的产量和品质。第4名，洋杜鹃。在资深的采山人圈子里，有一个寻找野生洋杜鹃的寻宝秘诀：去火烧基地寻找。森林大火发生后的第1年春天，那片焦土上往往会爆发式的长出洋杜鹃。大火改变了土壤的碳氮比，大量的草木灰让土壤呈现出洋杜鹃孢子萌发所需的特定环境，同时烧死了其他竞争真菌。如果你想在野外找到这种珍贵食材，记得留意那些曾经有过火烧痕迹的林地边缘。第3名，甘蔗。在南方很多甘蔗产区，到了收获季节，果农会主动在甘蔗田里放火，这绝不是毁坏庄稼，大火会烧掉甘蔗外层锋利、干枯且容易割伤工人的叶片，同时驱赶田里的毒蛇和害虫。因为甘蔗的茎干含有大量水分，快速掠过的大火根本烧不透内部的糖分。收割后，保留在土里的宿根受到高温刺激，来年发出的新芽会更加粗壮。第2名，芭蕉树。芭蕉树挺拔的主干，在植物学上其实叫假茎，它是由一层层富含水分的叶鞘紧密包裹而成的。水拥有庞大的比热容，当火苗靠近时，芭蕉树体内丰富的水分需要吸收大量的热能才会蒸发，这让它的温度很难达到燃点。在南方传统的村落规划中，农户会有意在木结构房屋周围种植一圈芭蕉树。在干燥季节，这不仅是为了吃果实，更是为家庭建立了一道天然的物理足火带。第1名，东北红松的松塔。这些植物结出的球果鳞片被一种厚实、粘稠的天然树枝紧紧交合在一起，普通的日晒雨淋打不开它，饱满的松子在里面可以安然沉睡。只有当森林遭遇火情，环境温度上升，这层树枝的物理结构才会软化融化。为什么要等高温？因为此时森林里遮挡阳光的高大乔木被清理，留下了富含矿物质的草木灰。就在这片土地养分充足、阳光无遮挡的合适时刻，松塔受热炸开，种子精准投放。好了，
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让你对每天吃的粮食和山珍有了全新的认识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热爱种植的亲人和朋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